案子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我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子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3尺，我把它挖出来。你好。林涛啊，我看了，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，这上面看不太明显，底下你看，适配电压12伏。哦，叶教授，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，而不是汽车的呢？哦，这很简单啊，汽车有喇叭、有门、有灯，遥控器功能多，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，而是一排，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，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。然后啊，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，电动车的电池是几组，电压高，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。摩托车的电池是1组，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。这个电动车啊，它和摩托车，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，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。真棒！你看，还是得请专家来。哎，小江，你记一下。好啊。那叶教授，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，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？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？这东西啊，不是一般的遥控器，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。什么叫双向呢？一般的遥控器，比如我一按那个，车就锁上了，车接收到信号就动作了。而这个遥控器呢，它还有接收的功能。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，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。你动了车，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，然后呢，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。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。是。那个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遥控器啊，很少，价格也卖得很高。按专家说，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，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，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，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？好。老板，老板，跟你打听个事儿啊。这种遥控器呢，摩托车上用的，双向报警的，你这里有卖的吗？没有。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？没见过。你进货的时候，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？不知道。好吧，谢谢啊。哎，龙队，又来查什么呀？啊？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，你还要吧？你长的什么脑壳？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，你想得美呀你！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。
正好，你看一下，这种遥控器，摩托车上用的，双向报警，你这里有没有？没有。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？没有。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。哎，龙队，我帮你打听一下，有我就跟你讲啊。好，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。哎。杨秀那边来通知了，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，没有。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，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。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，以指挥部的名义发，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，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。嗯。张处，我收到协查通知了，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。我现在马上到新宇，可能离清江200公里。啊，你放心啊，我亲自去查。哎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老板，你看有没有这个？哎，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。200块一套，有点贵，买的人不多。你这有多少套？有2套，我全要了。好。哎，多少钱？400。400。郑处长，可以确定，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啊，叶教授。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，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，都没有可疑情况。这个遥控器呢都在，人呢也都正常。我认为啊，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，接着往下查。不是都查过了吗？还怎么查嘛？有没有查漏的？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？这个怎么查嘛？卖掉了没入账，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，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。那怎么不能查呀？啊，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，还是东西啊？你账是对上了，可是我案子没破呀。只要案子没破，当然要查了，这有什么问题啊？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，那怎么能放弃呢？秦总，我们不是不想查，问题是查什么？去哪里查？怎么查？那平常一般的案子，查1个不是2个不是，第3个不是，那第4个，那基本上就是了。我们这个案子1个多月了，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，不断查否，不断报，不断否。先是阿金，然后是 DNA 失误，又是蓄电池，又是遥控器。哎，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，就不该放掉他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。如果说不是，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。没关系啊，大家都说说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畅所欲言。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啊，很明显不是他啊，就不要考虑他了。你说采石场人干的，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，抄近道，不能这么下结论，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。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，我心情跟你们一样。对于你们来说，可以说客观讲难处，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：案子不破，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。
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，要重新排查？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，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，听边上人说的，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？不是老板卖的。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？这东西不常卖，谁卖了，他都会记得。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，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？行了，今天这会就到这儿。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，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，明天重新开始摸排。秦总，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，就是没有结果。散会。02年的时候，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，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。那个时候是真年轻，整夜的熬夜不睡觉。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，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，可我就是不刮。这干咱们这行的，得有点定力。那个时候，武英德老师在，曹忠树老师也在。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，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，我们也是吵啊、争啊，一次次崩溃。这最后，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，把案子给破了。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，迷茫，没有方向，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，今天往东，明天往西的，整这么几下。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。这个时候，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。但我相信他。江叔，我听懂了，我不会动摇，我们新疆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，我们听秦总的。让我们怎么干，我们就怎么干。对。秦总，都下去了吗？去了，但都有点懵，不知道该怎么找。静儿，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？跟清江两岸一样。清江两岸16年了，很让人崩溃。秦总，这就是大家担心的，他们不是不想干，是怕。我知道，你怕也得干呀，啊！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遥控器，说卖了18套，18套全找着了，可这遥控器它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！这怎么就查不到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？有没有可能啊，在别的区域卖的，或者是假冒的，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，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，弄了个品牌。然后委托加工厂，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？都有可能啊，所以很有可能漏网。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，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，这不都得查吗？查完之后，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，不应该这样吗？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。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，会上怎么不说呀？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，挨个骂，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。那不行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，
不能骂，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。人呢？啊？杨队，你来了？知不知道要开会？来了嘛都，我去门口叫一下。都几点钟了？哎，开会了！干什么嘛？杨队来了，快点快点！早都来了，都在门口呢。就这个样子，怎么破案？快点吧！快点快点！快点快点，叫一下后面的。资料拿过来。开会啊！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。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，啊，这个厂子啊，外包了加工厂，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4个牌子，啊，4个牌子，前面18个，只是其中的1个牌子。这个厂家呢，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。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。指挥部呢，下令摸牌组重新查。这下是有活要干了，啊！这是不要命了。这个哪个行苦，就找哪个干活了。金明海，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，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，发到群里头。你们一个一个的啊，就拿着这个文件，给我去干。你是怎么了？你受刺激了？对，没错，就是的。一个是兴奋，二一个呢是刺激，三一个呢长见识，长见识，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，但是就是我觉得啊，当刑警有意思，有意思。我当了快1辈子刑警了，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，酸爽。干活！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，给我拿过来。干活，走。酸爽。走吧，走吧，干活。老板，我打过电话的。哦，这次查这4个牌子，你看一下啊，第1个，第2个。记得清吗？记得清。第3个，第4个。这4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2个，一共进了4套，卖出去了3套，还有1套在……来，在这儿，卖出去的3个人的名单、电话在……啊，在这儿。这儿和这儿，有没有这种可能啊？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，或者是留的假名字？不会，因为是免费维修，厂家要求做联保。
我拍个照片。哎，那个也拍一张。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，就是没有卖出去。这个买的人不多，有点贵。我拍一下吧，啊，嗯。秦总、江处，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，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，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，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，都对了一遍，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，人呢也都查过了，没查到什么疑点。秦总、江处，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，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，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。我们都摸了一遍，人也见了，也是没有。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，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。这可怎么办？啊？怎么办？这真的一点招都没有了吗？杨队，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？要我讲呢，要是可能的话，就是油商，因为有一些油商啊，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，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。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，没有办法查。要不这样，咱就笨办法，咱们按照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。可以。老杨，我明白，这都第3回了，你有情绪这都正常。咱们现在不是查到4个牌子吗？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，再统一拉一张网。这次咱们把网拉得密一点，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，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，再重新查一遍。我就不信了，这次一定会有结果。就这4个牌子。明白了，兄弟们，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。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，这一次是这个第3次拉网排查，大家也不要怕难，怕苦。这一次，我们统一按这4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，拉一张网。统一再查一次，把网拉密一点。都打起精神，看下门口那块牌子，兄庄两岸，对不对？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，一直破不了。这一次，领导这么重视，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是明白的，问题是
查什么？怎么摸？怎么查嘛？怎么查？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，肯定有漏的。有的时候，多问几句话，多走几步路，线索可能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你们跑市区，我和龙队跑区县。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，我和龙队亲自跑，你们2个人一组，划片。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。如果最后案子破了，哪个牌漏了，哪个就脱警服，知道不？知道不？知道了。你到那边，我到那边。老板，开水有没有？老板，帮我看一下。杨队，没有。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，好饿啊！好吧，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，找个地方吃饭。吃饭，然后到处找一下。好。谁是老板啊？我是。哦，老板，哎，开水有没有啊？开水有。哦，加点水嘛。行，好嘞，谢谢啦。不客气。生意怎么样啊？生意马马虎虎呗。马马虎虎。哎，你们是看点东西是吧？啊，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，随便看啊。这些我们都有。遥控器。是。好，谢谢啊，老板。问一下啊，就是1月9号前1个星期左右的，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？这种啊，有啊。长什么样？记得吗？我还是记得的，印象有点深。是2个人。为什么印象深？你买我这东西吧。我看一下嘛。你东西都不买我的，你还耽误我做生意。我修摩托车去了。哦哟，怎么回事？这脾气还大得很。我和他说，老板，你看吧，这个是我的警官证，我们是警察，查案子的，配合一下吧。我就说吧，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，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。哦。警官，你刚才说，我说。为什么印象深？是这样的，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，都是骑摩托车来的，然后呢，让我们给他安装，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，因为不会安装嘛，如果线接错，车子就坏了，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，他直接拿起就走了，还不让我们给他安。哦，对了，他买了2套，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1套的人多嘛。还有这个人，他们进来的时候啊，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。为什么特别？你想嘛，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，对吧？他是问贵的。哎，他说要贵的，质量好的。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，没有经验嘛，是从油商手里进了几套。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，100把来块钱。这个东西呢，虽然啊。多少钱？
230块钱，一直都卖不出去，就砸在手里了呀。这谁知道来2个傻子嘛，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。还有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，还买了2块电瓶。电瓶？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，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。是什么牌子？什么牌子？是不是太阳花？好像就是太阳花。老板，这2个人有什么特征？你能记得清不？特征，一高一矮，口音的话是龙山镇的。对，就是龙山镇的口音。龙山镇。你这里有监控没有？监控我倒是有，但是没有保存吧？看一下嘛。那看一下吧。你监控保存几天？7天。7天啊，时间太短了嘛。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。那你们看，就这个角度。这个，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？上午、下午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我记得是下午2点多。2点多。好嘛，谢谢了啊。不客气。我们走。走。这水杯。生意兴隆啊！谢谢啊。好可惜。没事的。龙翔，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，是那个方向。走，看一下。好。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，应该会有，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。老板，我们是警察，查案子的，需要你配合一下。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？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。好，看一下。好。好。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1个星期左右的，下午2点多，一高一矮2个人。等一下，是不是这个？杨队，我去喊老板过来看，好不好？好。老板，老板，快点，过来看一下，那监控找着了，找到2个人，你认一下，是不是那2个人？好，谢谢啊。看仔细一点啊！快，看一下，仔细看一下。就是这2个，我记得的，就是他们。确定？确定。秦总找到了，秦总找到了，在溪水找到的，2个人拍到了脸，杨队他们找到的。赶紧把资料传回来，赶紧落地，快！是。赶紧把资料传回来，赶紧落地，快点，赶紧的！大家动作快点！廖云豹、廖文虎一个村的，远房亲戚，前后屋挨着住的。你们去前屋，我去后屋，同时抓，免得把人吓跑了。不要动，站住！看一下，这是我的警官证。叫什么名字？廖云豹。靠近来。
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怎么样了？龙队找到了，是这个吗？就是这个。带走。快点，老实点。把他带走。走。顾队，物证也找到了。走走。叫什么名字？姓名？多大年龄？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？1月8号的晚上，你在哪儿？还有1月9号的下午，你在哪儿？嘴巴特别硬，什么都不讲。江初，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。看样子他是吓坏了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。快调人过来，快！我也去。你们继续审。秦总，秦总，廖云豹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，实验出来了，跟现场的是一批。查明白了，这2个人，一个叫廖云豹，一个叫廖文虎，是本家叔侄。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，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。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，对这个店呢、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。说是村里的小能手，在家里面这个顺电呐、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，所以懂电。所有的一切都符合。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，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。就这2个人，给我好好审。是是。我一看你这个脸啊，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，是不是？那好，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。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，你都不会讲，是吧？我也知道，你呀也是不容易，都是为了讨生活嘛。我家里还有2个女儿，1个儿子，儿子还小。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。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，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！我好像认识你，是吗？哈，我也是龙山镇的，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。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？是不是？在镇上当民警啊，谁家里面有点事，我们都会去的。比如牛丢了，有人打架了，还有啊，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，我们都会去做一做。
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。你的这个事情啊，我直接跟你讲了吧，你供是个死，不供也是个死。你要是供出来了，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。10几条人命啊，你不可能不死的。你要是供出来了，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，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。要不然呢，你把人家给炸死了，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，把他弄死了怎么办？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，想供吧，又不想供；不想供吧，又想供。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，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。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，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。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，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。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？这个人呢，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！你供出来了，就可以解脱了啊！要死，也死得安生些嘛。哎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？啊，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！你看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！一下子死了15个呀！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？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，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，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。别这样了，你问吧，你问什么我都讲。我讲了，你拿去立功。但是，我有个要求。